2025年3月4号的0点01分，在延期了1个月之后呢，特朗普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呢，开始全面实施。而在同时啊，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之前就承诺的对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对等关税呢，也同步生效。并且呢，如果美国的关税一直延续，在21天后，加拿大还将对1550亿的美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美加之间的关税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At the moment, the U.S. tariffs came into effect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and so did the Canadian response. Canada will be implementing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starting with tariffs on $3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immediately, and tariffs on the remaining $125 billion of American products in 21 days' time. 为了帮助您全面的了解关税战呢，了解目前的局势以及对未来进行一个把握，我整理了10个最关键的信息。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美国的关税到底是有多少？3月4号呢，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加征25%的全面关税。那么能源和关键矿产的关税呢为10%，其中啊铝也算作这个关键矿产之列，因为美国呢对加拿大的石油和矿产呢相对比较依赖。那么这也就是说呀，目前所有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啊，如果想要出口到美国，就要交给美国政府25%的额外关税。但这只是第一波关税啊。3月12号，特朗普呢还将对全世界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和铝再加收25%的关税，而且啊，钢铝关税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今天的全面关税呢相互叠加。这也就是说呀，3月12号之后，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钢铁的关税呢为50%，铝为35%。并且啊，我们可以预计关税战呢将不断的升级，后面特朗普呀还很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关税比例，尤其是汽车等关键商品。好，第二个问题，加拿大将如何反制？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呢，在3月4号早上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讲啊，称加拿大绝不会退缩，我们要战斗，我们要获胜，并且呢，称特朗普的行为非常的愚蠢。Now, it's not in my habit to agree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ut Donald, they point out that even though you're a very smart guy, this is a very dumb thing to do. 这也是目前全世界对美国这种霸凌主义呢言辞最为激烈的一次回应，也让加拿大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反美先锋。同时啊，加拿大也正式开启了对美国进口的300亿美元商品呢加征报复性关税，包括家禽、肉类、奶制品、豆类、蔬菜和坚果，大部分的水果、咖啡、香料、小麦、食用油、糖、冰激凌、酒类、烟草类啊、地板、浴缸、建筑木材、卫生纸、服装、首饰、工具、摩托车、白色电器、家具等等等等。而在21天之后呢，加拿大还将继续对1550亿美元的商品呢加征25%的关税，作为进一步的报复。同时啊，在加拿大省政府层面呢，各省政府呢都将暂停向所有的美国供应商进行采购，多数省份呢还将下架美国的酒类。同时啊，最强硬的安省，也就是刚刚成功获胜第3次省选的福特省长宣布将会切断对美国的电力供应。加拿大的安省常年向美国的密西根州、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供应电力。而美国的关税呢，其他2个受害者墨西哥和中国呢，也都发布了相应的关税报复措施。那么中国呢，将对美国的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额外征收15%的关税，而高粱、大豆、猪肉、牛肉等其他食品呢，将征收10%的关税。而墨西哥的关税报复呢，将在本周末开始实施。第3个问题，美加之间的贸易总额到底是多少？2024年美国与加拿大的货物贸易总额呢为7621亿美元。2024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货物出口总额为3494亿美元，加拿大到美国的出口总额为4127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633亿美元。
但是呢，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4100亿左右的商品当中呢，有1000亿左右是石油。所以啊，如果除去石油，美国对加拿大是拥有接近400亿美元的一个顺差。第4个问题啊，贸易对于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对美出口占到加拿大所有出口的77%啊，所以美国的这个25%的关税呢，对于加拿大经济将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根据 Capital Economics也就是一家英国市场研究公司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估，如果贸易战持续1年，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呢，将减少约3%。那么加拿大央行在1月份的一个货币政策报告中呢，也是做出了大致相似的一个预测。那么在就业方面呢，3月4号，加拿大魁省省长勒戈称，美国的关税呢将有可能导致魁省有16万人失业，而如果扩大到整个加拿大，则有可能是直接导致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失业。而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呢，加拿大和美国的消费物价呢都将会大幅的上涨，因为无论如何，最终为关税买单的只有消费者。尤其是美国人民啊，肉蛋奶蔬菜水果呢都会有大幅的一个上涨，短期之内呢将会出现供应紧缺。因为美国呀，70%以上的蔬菜水果都是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而新车的价格呢也会直接上涨3000美元。同时呢，汽油的价格每加仑也将上涨0.3到0.5美元。第5个问题，关税实施的市场反应如何？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呢，3月3号，全球金融市场呢整体下挫，美国股票期货交易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周一都下跌了至少1.5%。那么金价跳水约1%。同时呢，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周一是报4.178%为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而欧洲的股市呢，则下跌了1%以上，德国股市下跌2%，英国呢下跌1.2%，法国下跌0.5%。尤其是受到影响最大的欧洲汽车企业，比如说斯特兰蒂斯、宝马、奔驰、雷诺和保时捷以及大众汽车呢，平均下跌2%到6%左右。那么跟踪47个国家股票的 MSCI 全球股票指数呢，也是下跌了0.2%。那么相应的，比特币也是跌破了这个84000美元。而在3月4号的周二呢，全球金融市场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跌，市场恐慌情绪加重。第6个问题，特朗普为什么要大幅增加关税？自从2024年11月，特朗普宣布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增加关税以来呢，他一直宣称的理由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有大量的毒品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用关税呢来要挟两国，来阻止毒品和非法移民的流入。但是几个月以来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边境问题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进行管理。那么目前呢，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毒品的流入美国呢，都有大幅的减少。尤其是加拿大向美国流入的芬太尼呢，几乎是为零的，非法移民呢也是屈指可数。所以目前基本可以明确的一个共识是，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呢，只是特朗普实施关税的一个借口。特朗普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增加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且呢，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对于加拿大呢，特朗普数十次的发表言论要吞并这个国家对加拿大的关税呢，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吞并进行准备。第7个问题，关税到底是由谁来买单？在特朗普的公开演讲当中呢，他一直在引导公众说将由加拿大、墨西哥或者中国来为关税买单，也就是说出口国来支付关税。但是呢，这并不准确，关税呢一定是由进口商来支付。比如说美国的沃尔玛想要进口一瓶10美元的加拿大枫糖在美国销售，那么现在呢就必须要支付给美国联邦政府2.5美元的一个关税。而多出来的这2.5美元的一个成本呢，沃尔玛并不会自己消化，而是呢将会提高售价，让消费者来承担这个关税的成本。当然沃尔玛也有可能再去寻找其他非关税地区的供应商来替代加拿大的枫糖。
但是呢，寻找替代商品也需要过程，并且呢，最终价格也不一定比加拿大的更加便宜。而在这其中啊，加拿大的供货商也不会为关税买单，因为很少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利润能够超过25%，哪怕是不生产不销售，加拿大的供货商呢也不会去承担这25%的关税。所以短期来讲呢，关税将全部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啊，美国的物价飙升将会是一个必然。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征收的对等报复性关税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本国的物价。所以呢，贸易战下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未来呢，就要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先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妥协。第8个问题，加拿大能否寻找其他的贸易伙伴？自从特朗普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以来呢，加拿大也一直在寻找替代美国的新的贸易伙伴。而且啊，不光是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呢，也一定会自发的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加强与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关系，甚至加入欧盟都被提上日程。但是呢，全新的国际贸易呢，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就建立起来。而美加之间呢，经济和贸易的深度绑定呢，也很难彻底的一个斩断。尤其是加拿大的石油和蔬菜水果等商品呢，是很难运往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所以啊，美国对于加拿大的出口来说呢，是没办法完全替代的。无论如何啊，摆脱对美国的全面贸易依赖呢，是全加拿大目前的一个共识。而拓展亚洲和欧洲的机会呢，在可见的未来啊，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在短期来讲呢，美加之间的贸易呢，还是无法找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结束关税战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呢，都是明智的选择。第9个问题，贸易战中谁将会首先倒下？理论上来讲啊，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中呢，加拿大是处于弱势一方。一方面呢，加拿大的经济体量只有美国的接近1/10，相对弱小啊。另外一方面呢，加拿大的经济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对美国出口呢就占据了加拿大 GDP 的15%到20%之间啊。贸易战对于加拿大的经济损失更大。但是呢，特朗普发动的是针对全球的贸易战。目前呢，征税的是3个国家，也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啊。那么这3个国家呢，都将同时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制裁。而未来呢，美国对欧洲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加征关税呢，更是会引发全世界对美国的一个联合抵制。所以啊，加拿大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未来呢，谁先妥协还不一定。另外呢，加拿大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呢，加拿大的福利保障和社会公平性上却是要大大领先于美国。可以预计啊，加拿大的联邦和各省政府呢，将会对贸易战中受损失的企业和弱势群体呢进行大幅的补贴。而美国的底层人民呢，尤其是受到贸易反制最严重的共和党的红州呢，其面临的不光是物价的高涨和失业的影响，更将得不到有效的社会福利的支持。而整场贸易战中啊，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呢，毕竟不是发起战争的一方，一切的始作俑者呢都是美国。所以呢，物价和失业率的飙升、民怨的沸腾以及支持率的低迷呢，都有可能使特朗普的关税呢寿终正寝。所以啊，贸易战中谁能够挺到最后还不好说，就要看哪一边的人民更加团结，就要看哪一边有更强大的毅力和耐力。第10个问题，对未来的准备。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我们前面提到，就是为了充盈国库以补贴减税，另外呢，就是迫使制造业回归美国啊。这一关税政策呢，已经避无可避，它并不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啊，更不是靠游说美国就能改变的一个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所以呢，全世界都应该清醒过来，无论你做什么妥协，无论你怎么卑躬屈膝啊，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而另外一个事实是啊，被关税打击的国家，尤其是加拿大呢，将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损失，物价高涨、失业攀升是一定会到来的。所以根据这2个事实呢，加拿大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只有咬牙坚持下去，只有坚持到美国的妥协或者总统的换届，才能够有所好转。
而在贸易战的极限施压的同时呢，则是特朗普已经昭然若揭的吞并加拿大的企图。我相信极少会有加拿大的公民会愿意卑躬屈膝的去做美国的二等公民去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资源，去永久的受美国人的剥削。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这样的警醒面对贸易和吞并的双重威胁，只有顽强的咬牙坚持才是唯一的出路。没有人想要战胜美国，但是想让美国放弃关税、放弃霸凌、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归到人类发展的正常的价值观上，我相信还是有可能的。好，关税的10个关键问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后续呢，我还想给您带来随时的更新。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